的这两种吃法毁营养还极易招肝癌上身，偏偏有很多人喜欢。小梅所在的公司部门聚餐，经理正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去哪里吃。小梅说离公司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烤鱼，味道还不错，最近还有优惠。然而小梅的同事张亮一听到说吃烤鱼，便连连摆手说烤鱼不仅不营养，吃多了还会伤肝。小梅从来没有听说过吃烤鱼会伤肝，这是真的吗？鱼肉营养丰富，但这么吃毁营养还伤肝。鱼作为一道味道鲜美的食材，是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。只不过大多数人知道鱼好吃，鱼营养，却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鱼有哪些营养。食品安全博士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指出，民间向来有吃鱼补脑的说法，确实如此。鱼肉中优质蛋白质含量高，饱和脂肪含量低，富含多种微量元素，进入人体后容易消化吸收。吃鱼可以补脑，只不过吃什么鱼、怎么吃、吃多少都是有讲究的。鱼中含有的 DHA 和 EPA 都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，其中 DHA 含有脑黄金的美誉，尤其对于出生婴儿来说，选择含 DHA、EPA 的奶粉，可以促进大脑和视力的发育。此外，根据 Transcend Food Science Technology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献，已经有明确的证据显示，多吃鱼类可以改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 水平，每周吃2到4份，约140克每份鱼肉，可以降低6%的脑血管疾病风险。还有其他研究和证据表明，吃鱼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，改善抑郁症，预防老年痴呆，减少消化道肿瘤发病风险等。不过需要注意，鱼的吃法会影响鱼的营养和好处。有的人喜欢吃蒸鱼，有的人喜欢吃烤鱼，还有的人喜欢吃生鱼片。其中生鱼片和烤鱼要少吃，否则会损害肝脏。生鱼片中可能会存在寄生虫，一般来说，寄生虫对热和低温的抵抗力很差，但也需要在零下20摄氏度的条件下冷冻24小时才会被杀灭。然而，一般的生鱼片下面的冰块都无法起到杀灭寄生虫的作用。淡水鱼中比较常见的寄生虫是华脂高吸虫，进入人体后会造成肝胆疾病，还有肝吸虫、肺吸虫等。生吃容易发生寄生虫感染，引发肝肺疾病和呼吸道疾病。烤鱼也要少吃，烤鱼属于油炸、烧烤食物，经过油炸之后，鱼肉的营养流失较为严重，大大降低了 DHA 等物质的含量，而且胆固醇氧化也比较严重。再加上使用的油多数是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的油脂，已经完全抵消了鱼肉脂肪带来的好处。而且在食用烤鱼的过程中，烤炉一直开着火，使烹调温度过高，容易产生杂环胺、多环芳烃等有害物质，会诱发肝癌，造成健康风险。吃鱼也是一门学问，4大注意事项要谨记。由此可见，吃鱼也是一门学问。只有科学吃鱼，才能全面吸收鱼肉中的营养，为健康助力。关于吃鱼，以下几大注意事项要牢记。1、5种鱼不能吃。1、被污染的鱼。随着环境污染的严重，水资源也受到了一定的污染，生活在水里面的鱼也无法独善其身，被重金属污染或农药污染。一般来说，推荐食用的鱼类有凤尾鱼、三文鱼、鲤鱼、石斑鱼、比目鱼等。不推荐食用的鱼类有剑鱼、金枪鱼、鲨鱼、红鱼等。此外，买鱼的时候，为了避免买到受污染的鱼，一是选择小型鱼，二是选择流线型鱼。食用大型鱼容易发生汞中毒，带有浓重煤油味，可能是酚污染。2、有毒的鱼。众所周知，河豚味道鲜美，但是有毒。河豚体内的河豚毒素和河豚酸含量很高，而且高温烹煮也难以清除，误食后容易引起食物中毒。3、死掉的鱼。尤其是甲鱼和鳝鱼，死后体内的蛋白质很容易分解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食用之后会导致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。而且，即使是新鲜的鱼，买回来之后也要尽快食用，不能放太久，以免发生变质，滋生细菌。4、带寄生虫的鱼。淡水鱼的寄生虫比较多，食用的时候要清洗干净，烹煮熟透，切勿食用淡水生鱼片，以免导致寄生虫感染。腐败的鱼。腐败的鱼会产生大量的容易引起过敏的组胺和类组胺物质，
食用腐败的鱼之后会导致过敏性中毒。2. 哪些人不能吃鱼？1. 过敏体质者。鱼类，尤其是深海鱼，进入人体之后会释放出过敏物质。过敏体质的人或者过敏急性期患者不宜食用，否则会引起一系列过敏反应。2. 近期做手术者。鱼类高营养、高蛋白，近期做了手术的人，由于肠胃功能减弱，不宜食用鱼肉，否则会导致消化不良，影响其他食物的正常吸收和消化，还会延缓伤口愈合的速度。3. 痛风患者。鱼肉含有较高的嘌呤，痛风患者不宜食用，尤其是处于急性痛风期时，更要避免食用鱼肉。处在慢性痛风期，可以适量食用除沙丁鱼、凤尾鱼、带鱼等嘌呤含量高之外的鱼类。4. 严重肝、肾功能损害者。鱼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对于肝肾功能严重损害的患者来说，可以少量食用鱼肉，但不宜过量，否则会加重肝肾负担，影响病情恢复。4. 鱼的这个部位不能吃。鱼胆是鱼的部位之一，味道很苦，民间有传言说吃鱼胆可以清热解毒，其实并非如此。鱼胆的主要成分是胆酸、胆色素、无机盐、水以及毒素氢氰酸和组胺。食用鱼胆之后，毒性很快就会发作，导致头晕、恶心、呕吐等，这种吃法最健康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出，在挑选鱼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擦亮眼睛，比如鱼的个头挑8分大的，鱼眼浑浊塌陷和鱼鳃发灰的不买，鱼肉过红过白不吃。此外，鱼蒸着吃营养价值最高，其次是煮和炖，不建议煎炸、烧烤或腌制，不仅破坏鱼的营养成分，还会产生不少致癌物。鱼的种类与营养价值。鱼类种类繁多，不同种类的鱼在营养成分上也有所不同。以下是一些常见鱼类的营养价值。三文鱼。三文鱼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尤其是 EPA 和 DHA， 有助于降低心脏病风险，改善大脑功能和视力。此外，三文鱼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D。鳕鱼。鳕鱼是一种低脂肪、高蛋白质的鱼类，富含维生素 B12 和硒，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健康和抗氧化。金枪鱼。金枪鱼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和蛋白质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大型金枪鱼可能含有较高的汞，建议适量食用。鲈鱼。鲈鱼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 B6 和 B12， 以及硒和磷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骨骼健康。鲑鱼。鲑鱼与三文鱼类似，富含 Omega-3 脂肪酸和蛋白质，有助于心脏健康和大脑功能。鳗鱼。鳗鱼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 和 Omega-3 脂肪酸，有助于视力保护和骨骼健康。鲷鱼。鲷鱼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 B12 和硒，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健康和抗氧化。青鱼。青鱼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和蛋白质，有助于心脏健康和大脑功能。鲱鱼。鲱鱼富含 Omega-3 脂肪酸和蛋白质，有助于降低心脏病风险和改善大脑功能。鲳鱼。鲳鱼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 B12 和硒，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健康和抗氧化。鱼的烹饪方法与营养保留。不同的烹饪方法对鱼的营养保留有不同的影响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烹饪方法及其对营养的影响。蒸鱼。蒸鱼是一种健康的烹饪方法，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鱼肉中的营养成分，尤其是 Omega-3 脂肪酸和蛋白质。蒸鱼时，鱼肉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流失较少，是一种推荐的烹饪方法。煮鱼。煮鱼也是一种较为健康的烹饪方法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煮鱼时，水中的营养成分可能会流失到汤中，因此建议将汤也一并食用。炖鱼。炖鱼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烹饪方法，能够保留鱼肉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，尤其是蛋白质和维生素。炖鱼时可以加入一些蔬菜和香料，增加营养价值。煎鱼。煎鱼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烹饪方法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煎鱼时高温可能会破坏鱼肉中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同时产生一些有害物质，因此建议使用不粘锅，并控制油温，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。烤鱼。烤鱼是一种较为健康的烹饪方法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烤鱼时高温可能会破坏鱼肉中的 Omega-3 脂肪酸，同时产生一些有害物质，因此建议使用低温慢烤的方法，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。
炸鱼是一种不健康的烹饪方法，高温油炸会破坏鱼肉中的营养成分，尤其是 omega-3 脂肪酸，同时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，因此不建议经常食用炸鱼。生鱼片是一种较为健康的烹饪方法，能够保留鱼肉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，尤其是 omega-3 脂肪酸和蛋白质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生鱼片可能存在寄生虫和细菌，建议选择可靠的供应商，并确保鱼肉经过适当的冷冻处理。